从赤马红羊看2026年中国国运，五德始终，甲木参天与丙午之节的宿命推演。以火之言，照命之选。大家好，我是丙寅之玄。即将来临的2026年丙午年被称为赤马红羊节，有人说是会有天灾，也有人说是会面临战乱。但是在恐慌之前，我们是否想过国运究竟是被什么力量牵引的？是一个随机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有一套精密的宇宙算法？今天我将带诸君穿越3000年的历史迷雾，用最严谨的五德始终说和国别八字法去验证一个让你背脊发凉的真相：历史从未跳出过五行的手掌心。如果你想看清2026年中国将走向何方，想知道作为普通人如何在巨变中安身立命，那么请务必看完这期视频，因为这不是算命，而是对历史规律的终极解码。第一章，五德始终是帝王迷信还是宇宙算法？要推演国运，我们不能凭空捏造。我的理论基石源自于战国时期的阴阳家邹衍，他在《诸子百家争鸣》时提出了震惊世人的五德始终说。战国时期，五行阴阳学说观念极为流行。邹衍在前人五行学说的基础上，将土木金火水称为五德。邹衍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靠武力，而是靠气运。每一个朝代都对应金木水火土中的一种德，称之为五德。当旧的气数耗尽，新的五行能量就会取而代之，这叫做五行相生。这五德的运转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一直在运转的，对应着历史变迁、王朝的兴衰，这便是所谓的始终，即终了又开始之意。有人说，这不就是古代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而搞出来的封建迷信吗？大错特错。如果把五德看作是一种能量属性或者社会治理模式，你会发现它惊人的精准。土德代表包容、厚重、农耕；木德代表生发、仁义，但也代表集权；金德代表变革、杀伐、打制；火德代表礼教、文明，也代表战争；而水德代表流通、智慧，也代表阴谋。这不是迷信，这是社会能量场的物理学。邹衍不仅预测了秦朝的兴起，秦朝为水德上黑，更奠定了中国2000年来历史演变的底层逻辑。只要承认宇宙万物是由五行构成，那么由人组成的国家就必然受五行深刻的制约。所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五德论就是历史的源代码。第二章，历史回溯，五行相克的暴力美学。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正确，最根本的是它必须经得起大数据的检验。让我们拉开历史的长卷，你会看到一条清晰的、令人颤抖的相克链条。下面我将以唐朝为太极点，通过唐朝至今的朝代更替，从而验证五行相克的规律的真实性。唐朝为土德，大唐气象，包容万象，丝绸之路连接东西，定都长安，上黄色，这是典型的中土之德。宋朝为木德，木克土，宋朝终结了5代十国的混乱，也就是土崩瓦解之意，建立了极其繁荣的文官制度。因为木主文主人，宋朝的审美是青绿色，也就是木的颜色，而以温婉素雅为美，也是中国文明的巅峰。接下来的元朝为金德，金克木，宋朝这颗精致的盆景最终被铁骑，也就是金朝无情的收割，而元朝上白，崇尚武力与杀伐，这是典型的金德的特性。下一个朝代明朝为火德，火克金，朱元璋起于南方，在后天八卦中为离火位，国号为明，乃日月光辉之意，上红色，起义军也叫红巾军，烈火融金，把元朝的杀伐之气烧得干干净净。清朝为水德，取水克火之意，满清起于北方，后天八卦中为坎水之位，国号为清，带水旁，上黑色蓝色，水灭了明的火，这在五行上也是定数。而民国为土德，土克水，取清朝而代之，中华民国名为中华，上黄色，因为民国建国之初的国旗为五色旗，以黄为尊，定都南京，南京为国家中土之位，土炎水，终结了满清的漂泊。而新中国为木德，木克土，取民国而代之，天命所归。大家看，这种五行操控下的改朝换代，脉络之清晰，令人咋舌。那么唐以前的历史是否也遵从这一理论？为了让我们的推断更加严谨，我们自唐往上回溯数千年，看看更久远的朝代更替。我们知道大秦上黑，秦始皇所穿的龙袍颜色为黑色，因为在秦始皇看来，周朝的颜色为红色，以火为德，而秦朝也正好是要避讳这一颜色，采用可以克火的水德及黑色来作为秦朝的五德之德性。依此理论，我们可以从周朝往前看，殷商以金为德，崇尚白色；夏朝以木为德，崇尚青色，这些都是非常符合古人们认为的五德之相生相克之德性。由此，我们可以列出自秦朝开始唐朝以前的五德脉络，从而补全历史拼图。秦朝为水德，秦始皇笃信五德始终，认为周是火德，秦代周，水克火，故秦上水，所以秦帝国依附旗帜，街上黑色，法家严苛冷酷，这是水的阴暗面的集中体现。汉朝为火德，汉初曾沿袭秦的水德，后改土德，但是最终由光武帝刘秀定调，汉为严汉上火。刘邦是世弟子，代表汉的火虽然被代表秦的水所克，但是因为汉朝是推翻暴秦，属于逆克，即旺火反克水，或者更准确的说是火土克水，仍然是遵从五行生克的理论。接下来的魏晋为土德，因为曹魏接受汉献帝的禅让，并非是暴力的推翻，所以取五行相生即火生土，而晋朝继承魏制仍然是土德。南北朝时期金水混战，这是一段五行极度混乱的时期。正如土崩瓦解后，进入了金戈铁马，也就是金，与流离失所，也就是水这样的乱世。
隋朝为火德，隋文帝杨坚受北周禅让，隋朝自认为火德，而唐朝取代隋却并非是五行相克，反而是隋火生唐土。原因是隋朝虽短，但是火烈，为大唐这片中土烧出了北欧的灰烬。而李渊是隋朝的表亲，这就是相生的更替，也就表现为内部的禅让和继承。所以唐取代隋并非纯粹的暴力革命。依据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总结出规律：治世多相生，以禅让和继承为主；而乱世多相克，是以暴力推翻、革命为表现。这不仅仅是巧合，每一个新的政权都是带着克制前朝的五行能量而来，这就是天道，决定国家五行，也就是五德。第一个优先级是天时，也就是建国时的八字。就像人出生的一刹那决定了命运，一个新的政权宣布成立的那一刻，宇宙的能量就固化了，这是体。第二优先级是地利与人和，包括方位和政策。比如说清朝起于北方属水，明朝起于南方属火，这是用；蒙元起于西北属金，而我党发迹于江西井冈山，来水生木旺之地。第三优先级名号或者称语，比如清代水，明代日，唐称中土。然而古代朝代没有明确的开国大典，如何验证？如果不符合怎么办？古代没有精确的时钟，而且朝代建立往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称王、登基、定都，主要依据五德史中说的继承逻辑及相生或者相克，以及天人感应的意象。比如说刘邦斩白蛇，自称赤弟子，定汉为火。如何去验证一个朝代的五行？古代看国号、旗帜、服色、图腾以及方位。比如说明朝朱元璋不用去查看他登基那天的日柱是不是火，他只要国号叫明，姓朱，也就是代表赤色，起于南方，其势其成，五行就定了。而现代重时兼重德，现代国家有极其精确的法律生效时刻，比如说开国大典、宪法生效的日子。奇妙的巧合，虽然古今方法不同，但是往往殊途同归。我们以中华民国为例，民国1912年1月1日成立，这一天是甲子日，这居然与新中国同为甲木，说明国共两党原本是同出一根的兄弟，也就是都接受苏联的支持。最后因为理念不合分道扬镳，民国推崇五族共和，以黄色也就是土为尊。袁世凯更是在内田祭天，所以土德是民国的政治选择。但是由于日柱是木，甲木克土，从而注定了民国一直处于动荡分裂、被军阀克制的状态。因为军阀也取向于木，这恰恰验证了云时不符必有灾殃。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在分析现代国家时，必须以建国时刻为绝对的核心，同时验证其行为模式是否符合该五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但凡懂得历史的造反者，他必然会刻意制造克制前朝的五行，这究竟是骗局还是定数？这几乎就是一个哲学论点，貌似陷入了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逻辑怪圈。但是在玄学领域，我们可以用假作真实，真亦假来解释。首先以数造势，朱元璋打元朝，如果他打着白旗，也就是代表金，那么他就和元朝同气，百姓分不清，所以他必须举红旗，也就是火，在宣传上制造火克金的心理暗示，这是数。第二，聚气成形，玄学认为象由心生，气由象聚。当千万人相信明王出世，火能克金时，这股巨大的念力就真的汇聚成了火的能量场。所以结论，古代朝代更替看五行脉络，这是宏观；而现代国家分析看建国八字，这是微观。二者并不矛盾，而是望远镜与显微镜的区别。我们无从判断究竟是五德史中说精准地预测了历史，还是历史刻意成就了五德之论。哪怕一开始是人为的，比如为了造反而编故事，但是当他成功的那一刻，他就变成了天命。因为如果不符合天道，比如在水一年强行搞火，他是成不了事的。能成事的人为，其本身就是天意的一部分。第4章，甲木参天，为何新中国必然是甲木？3重证据锚定中国五行为甲木。当今中国的五行属性是什么？答案是确凿无疑的甲木。证据之一，天时，这是铁证。我们知道新中国的建国日是1949年10月1日，这在农历18月，这一天的日柱查万年历可知是甲子日，日元为甲木，这就是新中国的国家的元神。证据之二，生克关系，木克土，新中国取代了五德的民国，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大土豪耕田地。在五行中，土代表土地，代表财富，木克土为财。而新中国最核心的崛起逻辑，前30年是打破旧的土地制度，取向为木根扎入土中，后30年是依靠房地产，也是土狂飙突进，这完全符合甲木以土为财的命理特征。证据之三，意象东方巨木，中国位于世界东方，这是八卦的正位，属木，而甲木是参天大树，栋梁之材，宁折不弯，向上生长，主仁义也主刚直，这非常符合新中国政权的特征。而我们的图腾虽然是龙，但是在五行色上上红，这是木生火的表现，火也代表文化，代表意识形态。而我们体质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甚至有些僵硬，直来直去，宁折不弯，这就是甲木参天大树的性格，而不是乙木那种花花草草的性格。因为只有甲木才能撑得起东方巨龙的骨架，而甲木做子水印星，说明这棵大树根基深厚，有传统文化的滋养。可能会有人质疑，建国日是不是为了应五德论而刻意人为选择的？是不是也不是。10月1日，甲子日，甲为天干之首，子为地支之首，这叫甲子开天，是60甲子的开始。所以无论当年选这个日子是巧合还是高人指点，事实就是这棵东方甲木已经长大成了参天大树。而国旗五星红旗，这是取木生火之意，这叫名实相符。
天时也就是甲木与地利人和，也就是红色政权高度的统一，所以国运长久。我们在历史脉络梳理中已经明确了大宋上木德，而新中国与宋朝同为木，是否具有相同的属性和命运？今古同德，但是质地却偏差地别。第一，宋朝来阴柔之乙木，取向为花草、藤萝、盆景。其象意，宋朝是中国文明的巅峰，文化极度繁荣，与木火通明之意，重文轻武，经济发达，审美极高。比如说宋词、宋词，这完全符合乙木的特征，即柔顺、婉约，向往阳光，灵动但脆弱。宋朝的政治设计师强干弱枝，为了防止武将造反，也就是防金克木，他主动削弱了木的硬度，把自己修剪成了一盆精美的盆景。当木遇金，乙木本质它是花草，当遇到金，也就是金人的铁技时，花草没有任何的抵抗力，瞬间被镰刀收割。乙木对金是被克被减的关系。宋朝的能量，因为北宋丢失了边云16州，缺乏来自北方坎水位的水气滋养，先天就不足，缺乏抵御外敌的实力和坚韧的意志。所以我们看到1126年丙午之败，乙木身弱，又遇到丙午烈火，这叫泄气太过。宋朝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用来搞文化，也就是木生火，炼丹做法搞享乐，结果火太旺，把乙木自己给烧干了。金人一来，一推就倒，一碰就碎。而今之中国为木中之阳，甲木取向为巨木栋梁登临。中国的象意，现行体制抵御战火，强调工业化、钢铁意志、集体主义，搞大工程，这是典型的甲木意象，刚直、宁折不弯，参天而立，甚至带有一点的霸道。中国的格局，这是一个高度组织化、拥有完整工业骨骼的巨人，它不是供人观赏的盆景，而是能阻挡风沙的防护林。甲木于金时，遭遇五行金，甲木是栋梁，命理口诀：甲木参天，脱胎耀火，春不容金，秋不容土。甲木遇到金，也就是代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只要甲木够粗够壮，金砍下来不仅砍不断，反而会崩了刀口，也就是木坚金缺。而甲木的能量，今之中国幅员辽阔，拥有北方、东北广大地域，补足了寒水位，又有北面俄罗斯做盟友，从而甲木拥有源源不断的水来滋养，其实力和生命力远非当初的大宋可比。第6章国格解密，新中国八字的深度分析，寒木向阳的铁律。既然我们确定了国之五行为甲木，那么我们就可以把整个八字排出来，你会被其中的玄机震惊。建国八字为己丑年癸酉月甲子日壬申时。第一，命盘诊断甲木生于酉月，秋天之木，凋零之时，且被金也就是官杀所克制，金旺木绝，此局官杀太重，这是否可论身弱？不，请看地支，日元坐下子水，金水寒木，时柱为壬申，生子半合水局，天干透出壬癸水满盘的硬性水。结论，这是一个金水寒湿的八字，甲木冻在水里，而且周围全是刀斧，生有金，这就预示着建国时期就被金所代表的西方阵营所排斥、孤立和围攻。这并不是弱木，这是水多木飘的寒木。我们现在给此命盘定一下喜忌：秋水通元，寒气逼人。这棵树最怕水，寒冷停止，也怕金，也就代表压力和攻伐。最急需什么？急需火，所以第一大喜用神为火。火能暖局，也就是代表温暖、行动和国威。寒木向阳，有火才能生机，有火才能治杀，也就是对抗西方金。第二喜用为土，因为土能固水养木，土也代表财富，代表领土。有土，甲木才能扎根，水才不会把树冲跑。命理古籍有云：甲木参天，脱胎耀火，而能救母，治伤治杀。只有火，也就是丙丁午，才能温暖寒局，才能克制太重的官杀金，让甲木真正的舒展。那么忌神是什么？首先，第一大忌神是水，水代表寒冷、病毒和停滞。第二忌神为强金，金能克木，又能生第一忌神水，金取向为压力和制裁。此局之妙远非表面的喜忌那么简单，一旦有火乱局，驱除寒湿，命盘中的忌神水反成滋养巨木的能源，而忌神金成为修剪完木成栋梁的工具。第三，历史应验惊人的神准。我们回溯新中国的历史，为何前30年艰苦？刚建国时走的是水运，水多木飘，太多的折腾和运动，经济始终起不来，因为缺乏火，也就是食伤，也没有激活排心土，寒水难生木。为何改革开放后快速的腾飞？1979年后，大运开始进其火土；1984年进入下元7、8、9运。我们知道土是财，我们搞联产承包，搞基建房地产，甲木抓住了土，根扎稳了，财就来了。而火它是食伤，中国人的特质，比如说勤劳勇敢、坚韧不拔、团结协作、包容创新、重视家庭与教育、适应力强等，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并且被世界所看到。而人口红利，也就是廉价劳动力这一巨大的宝库也被开启，同时寒水解冻，堤坝固水，激活了水木相生，这就代表国际贸易也是取向为水，对甲木起到了巨大的滋养作用，使其壮大成了参天的巨树。而且水能够泄金势，成功的化解了官杀的凶险。我们知道金取向为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它对甲木来说是官杀，以水通关，成功的化解了官杀的凶险，从而化气为喜，转害为利。另外，代表西方秩序和制度的金也发挥了修剪树枝、雕琢栋梁的作用。新中国迅速的与国际接轨，成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重要的一环。这就是命盘中金起的作用。
第7章，2026年驷马红羊，甲木之国的命运推演。甲木身强，体量大，根基深，这时候遇到旺火的丙午年，这就形成了木火通明，也形成了食神之杀。驷马红羊的历史映照：1966年丙午年，火气最旺，甲木被烈火引燃，形成了火势燎原的局面。那是一次能量的剧烈释放，而木它代表文化，代表人才，被这个火，也就是运动和思想大量的消耗。据此，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推演，明年2026年中国将呈现的状态、面临的局面以及可能的行为。第一方面，有利的一面，木火通明，食神自杀。2026年丙午年，天干丙火，地支午火，这是最猛烈的太阳之火。对于这个寒湿的八字而言，丙火是第一大用神，寒木见火，必发荣华，由此形成木火通明之势，国威必将大振。丙午它是纯火，是甲木的食神，对甲木中国而言，这叫食伤泄秀。食伤代表什么？它代表思想、科技、才华、武器输出等。这里的泄代表什么？我们可以预见，在2026年我们将出现 A 文化输出，也就是木生火，火为文章，为礼仪，为文明。2026年，中国的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将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输出全球，不仅是实物，更是思想和制度。B 科技爆发，离火主虚，主空，主军事，主文化，也主传播。所以中国在航天、军工、AI、大数据、新能源、互联网，还有社交媒体等方面的突破，将是震撼级的。C 军事威胁，甲木生丙火，火它主兵戈，这是一种亮剑的姿态，不再是以前的韬光养晦，展现的不再是甲木的仁慈，而是火的暴烈和攻击性。D 食伤自杀，丙午火一到，月令的酉金，它代表外部的压力、西方的威胁直接被克制，中国将第一次真正的摆脱被西方金水压制的局面，实现扬眉吐气。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极度自信甚至好战的中国，而西方由庚申辛酉金代表，会被这把旺火克制得黯淡无光。第二方面，福兮祸所伏，2026年丙午年也蕴藏着极大的凶险。首先，火旺木焚，寒木它虽喜火，但是若火过旺，则面临木焚的风险，可能导致资源枯竭与人口压力。木生火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果不加控制，火太旺会将木烧成灰，这对应着人口的老龄化，也就是息木不足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其次，内部的燥热，可以预见，在丙午年旺火的4年下，社会情绪会极度的高涨，人心浮躁。而甲木最怕火多木焚，意味着国民容易陷入一种盲目的亢奋或者焦虑中，需要警惕民粹情绪的失控。第三方面，子午冲，国本动摇。我们之前分析过，国北八字的日支它是子水，流年是午火，从而形成剧烈的子午冲，这是最强大水火交战，这叫太岁冲日。太岁来冲，意味着国本动摇。冲的是什么？日支它是国家的内部，百姓也是民生。子水它又是甲木的正印，代表根基、民心、安全感，代表安稳的生活，也代表社保、养老金、民众的储蓄和对体制的信任。子午冲就意味着社会根基的剧烈震荡，甚至是信仰动摇，内部动荡，社会矛盾加剧，民生极度不安。第四方面，丑午穿，我们还注意到流年的午火与年支的丑土发生了丑午相穿，这种穿坏丑土财库，意味着国库大损。为了这场变局，要花光积蓄，极大的耗损国力。所以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做出预言：2026年我们国家虽然外表光鲜，也就是虎旺，但是内部将经历剧烈的阵痛，其表现为 A 民生蓄水池，也就是社保储蓄等可能面临枯竭或者剧烈的改革。失业潮恶化，内卷愈发严重。B 社会人心浮躁，矛盾激化，表现为水火不容。另一方面，各种管制也日趋严厉，尤其是网络自媒体将面临直接的高压，而代表奶头乐、精神麻醉的游戏、短视频、短剧等会得到官方的扶持，而民生、时事、政经评论会被强力打压。C 经济，房地产也就是以土为代表的，将在烈火冲水下可能面临断崖式的崩溃，房价腰斩、膝斩，甚至脚踝斩将成为常态，以至于最后的重构。而大多数不发达地区的房产将被彻底的锁死，价值归零，会形成有价无市、完全没有成交量的局面。总结：2026年的中国将是一条喷火的巨龙，它对外展示獠牙，但是它的体内，也就是民生，正在经受高烧的考验。第8章，为何敢断言2026年必有战争？能量的共振。基于前面的分析，我可以大胆断言，2026年我国必将参与甚至发起一场局部战争，而且极大概率发生在台海。我的论断并非是来自异想，而是基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单重叠加。从天时讲，酉子离火大运叠加驷马红羊，大运酉子离火，它主拼戈，也主分离；而流年丙午，它是纯阳之火、地旺之火。当大运和流年同期相求时，这叫福盈，能量必须释放。而火五言上，特性就是突发、猛烈、快速。这股能量如果在人类社会中找不到宣泄口，比如说出现巨大的科技爆炸或者巨大的自然灾害，如果没有这样的宣泄口，它就必然转化为战争。地利，这是甲木的宿命。我们中国甲木在2026年处于木火通明的状态，木生火就代表无法抑制的向外输出的冲动。这种能量密度，甲木中国如果不把这股火喷出去，或者是收复台湾，或者是科技突破，如果不打仗，这股巨大的火憋在体内，就会自然带来剧烈的内部动荡。所以，为了转移内部的高压，向外释放，也就是战争，这是甲木生成的本能的选择。而人和，这是双冲局，这一点最为关键。中国和台湾的国运八字在2026年竟然出现惊人的同步对冲，我将在下个视频中着重分析台湾的八字。最后，我们来到2026年的冬季推演，双轨叠加。天时九子离火运，它象征着全球火爆，代表战争和动荡。地利丙午大运的最后一年，中国火最旺，但也最不稳定，面临交运托运。而流年丙午流年，火上加火，所以得出结论：天地人干火归元。这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2026年非动不可。不动，这股火在换运前夕会把甲木烧成灰；动了，就是木火通明，
并以此作为投名状，昂首进入2027年的乙丑新时代。一直有传言，2027年收复台湾似乎不只是一句口号，大家觉得呢？下一期视频我将逐个分析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台湾的国格八字，从而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做一个精准的预判。如果你想知道2026年的世界剧本将会如何的演绎，请订阅本频道并打开小铃铛，后续视频将在1周后上传，敬请期待。我是秉言之玄，我们下期见。以火之言，照明之玄。视频篇幅有限，一些观点无法尽述，请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秉言之玄，获得更多深度内容以及每日东方智慧分享。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想对个人在事业发展、情感困惑、健康生活、前路抉择等方面进行探讨，可以私信或者来 B 站油管看我的视频分享。全网同号秉言之玄，谢谢大家。